环球大战现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陈立伟、孙大千委员。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密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思密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赶快来关心这个极速飞弹是轰炸了特拉维夫，来自于伊朗的极速飞弹。杜拜机场现在正式的关闭了它的领空，还有数百人紧急的撤离在机场。我们要看到的是波湾现在火烧连天，另一方面，今天也会特别来关注到的是美军派的5000名的精锐部队要直抢荷姆兹岛吗？能源咽喉是否变战场？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关心到的是，美伊战争现在升温到整个波湾地区，现在也沦为战场了。最新情势，我们来赶快关心，是在这个伊朗的火力全开之下，飞弹无人机现在直接延烧到了波斯湾海湾国家的核心，尤其今天关心到的是杜拜国际机场旁边的燃料槽被炸，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最新的画面。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杜拜国际机场旁边的燃料槽被炸了之后，火烧非常的旺，气田因此停摆之外，领空也关闭了。现在根据了解，所有的航空全面都已经停飞，而且数百人紧急撤离了当地。这是来自于现场的最新画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到目前的一个最新统计，是来自于阿联的国防部，他说已经拦截了来自于伊朗的298枚弹道飞弹，包括这当中还有15枚的巡弋飞弹，1600多架的无人机，一共是造成了6死142伤的惨剧。以色列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以色列是这样说的，他说伊朗总共是发射了300枚的弹道飞弹，而当中被发现有一半是搭载今天我们会特别来深入聊的这一种极速炸弹的弹头，直轰的就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来自于美联社特别就这种极速炸弹做了一个分析，他说这种炸弹的弹头里面通常是装有数小颗的这种小型炸弹的，会在高空中直接分裂，一次就会释放成多枚的子炸弹，而每一枚的子炸弹又有达到数公斤的炸弹，涵盖范围达到10公里，等于是你一炸下去，整片区域就是无差别的一起做轰炸了。这是来自于以色列这边的最新的军情。意大利军方也说了，现在位在科威特驻有意大利跟美国的2国空军基地，最新传出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了这一款极速飞弹，现在直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代表铁穹也开始吃力了吗？那么极速飞弹的战力跟接下来对于战情整体的影响，干哥怎么评估？好，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什么叫极速炸弹。极速炸弹就是子母弹啊。那个用我们台湾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台湾观众朋友可能一听到万箭弹，大家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所谓子母弹是什么？也就是说，它有个母弹，但它身上会有很多的小炸弹，通常用于什么？攻击机场或者重要设施。因为它如果一旦这个飞弹它脱离之后，它砸下来的时候，它就有数百颗小弹，你看起来像钢珠，但实际上的杀伤力强多了。它就攻击机场跑道啊，攻击机场跑道之后，你飞机就不能起飞了。这是一般我们认知的极速弹。但是呢，也有专门用在哪里？就是用在人员杀伤这样子的极速炸弹。这种极速炸弹呢，你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吗？在1939年的时候，德芬战争啊，就是俄罗斯跟芬兰的苏芬战争里面就已经看到了，它那个炸弹叫做什么？叫做莫洛托夫面包篮，因为它那个炸弹大的跟一个面包篮一样啊，要很大的飞机才能够载它。但是当它释放出来那个小炸弹的时候，可以把整片村庄都给摧毁。所以说，其实它的杀伤力很大，但是它的穿透力不强。那主要是在用于说，我这边有很大一片的敌军，那我们今天是要这个消灭这批敌军的时候，而不是要摧毁防御工事的时候，我们就用极速炸弹来攻击它。那伊朗现在它使用了极速炸弹来攻击特拉维夫，那特拉维夫就像这种炸弹，对于现代的钢筋混凝土，它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为什么？
因为如果人员啊市民他是在这个建筑物内的话，那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可是如果说你是走在马路上面的话，他这个被攻击到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像这样的集束炸弹，在国际的公约里面是不准被使用的。那在奥斯陆，也就是挪威的奥斯陆，在2008年召集全球180个国家大家共同商议，就是说，基于人道主义，我们现在不能再用集束炸弹，也就是子母弹的攻击。可是你知道没有签约的是哪些国家吗？中国、美国、英国，还有俄罗斯，还有台湾。为什么？台湾说不行，如果解放军打过来的话，我们一定要用集束弹，因为我们是在海峡用的，不会伤及无辜跟平民。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说法，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看法。美国当然不可能不用，因为为什么？这玩意儿是他几乎是他发明的，所以他在那个越战的时候，他不知道用集束弹杀了多少越南的无辜百姓。到了以色列手上，哦，那真的他在那个黎巴嫩用的更多。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谁是哈马斯啊，我干脆投集束炸弹，全都给杀了。所以你会知道为什么医院也会中了集束弹，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集束炸弹在人道主义上面的话是就是没有办法被接受。可是他现在如果说伊朗用了这样的炸弹的话，那坦白讲一句，也就是战争的一种手段，因为它不是对着军队而来，是对着平民而来的。我认为在这上面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国际争议的。对。不过以色列用了，那我伊朗怎么可以不能用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只要是对敌人能够造成伤害的时候，我都可以用任何的武器，只要能够达到效果。美国在2次大战结束的时候，他准备对付苏联军队，用于他们第一种战术的地对地飞弹，叫做诚实约翰飞弹。你知道那个弹头里面装的子炸弹，也就是小炸弹，里面不是弹头，装的是什么？你知道？装的是沙林毒气。也就是说，一旦苏军越过易北河的时候，我就丢出集束炸弹，用沙林毒气，用毒气来杀死这些入侵的苏联部队。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所以大家都知道，在战争底下会采取更多极端手段，这就是其中之一。可是如果说以色列在跟美国的这个联合军事行动再不赶快结束的话，你会逼到狗急跳墙，让伊朗发射更多像这样子的集束炸弹的话，那死亡的是平民，而不是真正发动战争的那些原罪的人。所以我觉得基于人道主义，美国还是要好好考虑这件事情。好，现在伊朗目前是频频的用这种集束的飞弹来攻击以色列，让他的铁穹已经几乎是守不住了。那这一波攻击除了往以色列之外，包括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战火已经外溢到了这个波湾国家，包括了杜拜机场旁边的这些油槽也受到了波及。现在等于中东战争是区域全面开打，美国也保护不了这些波湾国家的安全的意思吗？委员怎么看？对，这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啊，外界都一直评估说，伊朗因为指挥体系被歼灭，所以呢，现在陷入了这个各自为战的一个状态。但是随着这个战争持续的发展，你就会发现，伊朗准备了这场战争，准备了30年了。就他所有的剧本，在这30年间，经过了反复的沙盘推演，做了无数次的这个兵推，然后这个剧本在此时此刻终于端上台面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他可以很巧妙的用去中心化的指挥系统，让他的这个部队按照剧本来进行攻击哦。那么尽管没有中央的指挥体系，每一个部队仍然可以按照当时所做的剧本来进行这个战争的部署哦。那么很明显的哦，就这个伊朗在这场战争里头，他有2个重要的目标来针对美国。第一个，他希望达成的目的就是彻底的把美国的势力推出中东。波斯湾就是美国从此的势力要离开波斯湾。你想想看，对伊朗来说，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灭国之战哦，他付出这么庞大的代价，他要求所得到的回报必然是相当要有对等的。所以呢，他现在在做的打击中东美军的基地所做的不就是这个吗？他就是告诉所有
中东的国家说，你们不要以为有美军的基地对你们来说就是安全保证，有美军的基地反而对你来说是一件倒霉的事，因为有美军的基地，所以你就被打了哦。那么这场战争之后呢，你仔细看一下，美国自己在中东的基地，他自己都守不住嘞。像他在苏丹的那个王子空军基地，他整个防空体系就已经被摧毁了，美国连自己的空军人马都撤走了，就是因为那个基地没有办法了，没有防空体系了。所以呢，对美军来讲，这场战争不管打多久，一旦结束之后，美国马上要面临的是：第一，他要重建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第二，他马上要面对的是中东这些国家还要不要让他把军事基地放在那里。所以你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伊朗是有节奏、有目的在做这件事情的。而且第二件事情哦，你看到伊朗现在封锁荷姆兹海峡，其实伊朗并没有布雷哦，它只是选择性的封锁。他选择性封锁是什么呢？他在切断美国跟这些盟国的关系，因为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所有的这个西方国家、所有的亚洲国家都要想了：我在这个时候要跟美国这个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要保住我自己的船舰，我运输不管是化学肥料或者是这个石油的船能够通过荷姆兹海峡。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都要跟美国保持距离了。所以其实不难看得出来哦，就今天他不管是面对这个中东的美军基地来进行攻击哦，针对中东的这个美国大使馆哦，或者相关的一些设施来进行打击，他现在在做的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就你打我银行，我就打你银行了；你炸我军事基地，我就炸你军事基地哦，大家有来有往哦。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是有节奏的，它不是乱打的。所以很多人以为说一开始是乱打一通，但事实上当打到了这个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在有一套剧本了，不管是打击美军的这个中东的这些相关的设施，或者是选择性封锁荷姆兹海峡，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彻底的把美国势力推出这个波斯湾。他要做的就是要把美国跟盟邦的关系做一个彻底的切割嘛。好，对，没错，伊朗要把美国的势力完全的推出去。那其中一个方法，刚刚委员特别提到，就是荷姆兹海峡，现在是关键了。因为呢，其实美国也想要掌握荷姆兹海峡，所以最新是来自于美国国防部长的动作，已经派出了5000名的海军陆战队2栖部队哦，去夺的就是荷姆兹海峡的3座关键岛屿，说是为了夺岛。那伊朗看到了这些动作，也早就已经开始布局了。革命卫队在包括了大通布岛、小通布岛、阿布穆沙岛部署了新型导弹，呛瞎说我会直接把周边所有基地、船只、资产都是伊朗的打击目标，等于是美伊正面迎战了吗？上次哥怎么看？好，现在其实从2月28号我生日那一天开始，美伊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礼拜，17天。那特别是大家令人惊讶的这个伊朗本身的这个反击能力，已经超过了50几波的这个攻击。所以伊朗，而且现在看起来他们的导弹包括它火炮打不完，而且联动周边的这些包括胡塞、包括真主党一起在进行。所以大家其实在关切的是美国方面的接下来的军事阶段的转变是什么呢？其实全世界就在看现在会不会所谓它的 ground troop 会打地面部队地面作战。那么地面作战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非常非常慎重的。全世界现在所有媒体都在深度的讨论美国川普会不会做这样的决定。但在此之前，大家所要看的这个新的指标，就是现在提到的，美国从日本跟韩国亚洲地区抽调了5000名的特种部队当中的精英的兵力，而且都有2栖作战能力。那2栖作战能力，其实在我们观察，其实不只是这3座岛屿哦，荷姆兹海峡，而是在于它是不是整个接下来所谓美国地面部队要真正的介入，要踏入伊朗土地的这个最前哨的指标。也就是说，如果真的美国决定像现在，但是美国现在无论是他们方面，包括川普放话这些东西，都有时候很虚无，你也搞不到真正会做。而且荷姆兹海峡这件事情也不是美国军力在主导这件事情，甚至我们看美军基本上还是回避去直接介入荷姆兹海峡，这使得川普这一阵子都要求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起大家来解决荷姆兹海峡能源问题。所以现在美军到底会不会这么做？还是放话本身？像现在有两艘2栖突击舰载着这个5000多名从亚洲过来的部分，你的川普，你觉得伊朗没有在瞄准这2部舰队吗？
这2部舰队即将要攻这所谓3个小岛，现在是就战略上的思路，没有错。荷姆斯海峡我们都知道33公里宽，但它实际有很多暗礁，能走的水域大概就2-3公里，大家集中在这里走。也就是你现在如果要2栖突击舰，你要攻这3座岛屿，你也要在进入这个窄小的轨道。虽然没有错啦，你可以先想打火炮，但同样的，伊朗就是在这3座岛屿当中，不只是布满火炮。最近的小火炮布很久了，最近的状况，他们连导弹都放上去了，就可以打你的船舰，连航空母舰都可以打了，更不要说你的2栖突击舰。所以我认为现在的这个对峙放话来讲，我们听到的部分还是要谨慎判断。也就是说，荷姆斯海峡对于川普、对于美伊战争来说，现在是掐住全世界喉咙，让美国跟川普更能声望跌落的，包括物价、通膨上涨，非常非常大的关键。但是这个突围本身没有错，美军的强大的能力硬要拿，当然拿得下来，哇！但是要付出多少代价呢？现在包括伊朗有没有坐在那边给你攻下来？他们甚至说不定你的船舰靠近之前，这5000名的美军他就炸你了。所以现在这个状况的对峙，但荷姆斯海峡的接下来状况是观察美军会不会真正的川普下定决心，地面部队要攻击伊朗本土的一个指标性的观察点。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